买 BMW 需要理由，买奥迪也需要理由，买 Volvo 你需要很多理由。但是通常买一台 Mercedes-Benz 呢，你并不需要任何理由，身边的人也不会问你多两句，因为它是一台 Mercedes-Benz。更何况这是一台 tax-free 免税的 Mercedes-Benz， 也就是最新的 Mercedes EQC。我第一次看到这台车子的时候是在2019年的7月，算下也有3年的时间。马来西亚市场终于迎来了纯电动版本的 C-Class 或者纯电动版本的 GLC， 就是这个 EQC。那大家都知道 GLC 的对手就是 BMW X3， EQC 的对手就是 iX3。差别是 iX3 是一个 rear-wheel drive 后轮驱动的车款，而这个 EQC 400 4MATIC 是一个 all-wheel drive 4轮驱动的车款，而它的动力里面的豪华程度等等都是比 iX3 再高一点点。那影片开始之前，记得订阅、subscribe 我的频道 ，follow Instagram account，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Let's move on。Mercedes-Benz 马来西亚目前销售的电动车有 EQA、EQB、EQC、EQE 和 EQS， 但这个 EQC 是 Mercedes-Benz 第一个大规模生产的电动车，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外观造型就延伸到后来的车款都是根据它来的。所以 EQC 虽然是一个年份较早的车，可是它也能够算是 Mercedes-Benz 的一个 pioneer， 一个先驱，一个先锋。然后跟汽油版的 GLC 不同的是 ，GLC 的阶级很深。从 GLC 200、300、GLC 63，可是这个 EQC 400就已经可以算是最顶配的，所以而且又是免税，你看它又有multi-beam LED 车头灯，然后跟其他的电动车不同的是啊，其实它这个前格栅它并不是完全封闭式的，它是半封闭式，这边的空气还是能够进去。那如果你要我凭着自己的喜好来讲，我觉得它。当时候看到它很惊艳，可是过了几年过后，我觉得好像大家都是少了一点，怎么讲？它长得太像电动车了，我不懂这样讲什么意思啦。如果你明白我在讲什么，我不确定有没有人会觉得 EQC 的车尾不好看，有吗？有吗？应该是没有啦。那如果你要跟 GLC Coupe 来比的话 ，GLC Coupe 肯定是很多人心目中最美的 Coupe Light SUV。但这个车子我觉得就是怎么讲，它给我感觉有一点油腻了啦。在2019年哇，很现代很未来，可是后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人可能比它更早啦，像 Porsche、奥迪或者其他 brand 都用了这种贯穿式的 LED 车尾灯，好像没有这样子的东西你就过时，你就落伍了。而行李箱空间呢，维持在500个公升，大概跟普通版的 GLC 没有分别啦 ，which is a good thing 啦。一般上，这种用 ICE platform 改装而来的电动车，俗称油改电平台，前面都不会给你 frunk， 但也有例外的，像 Volvo XC40 Recharge 前面就有一个储物格。然后这个 EQC 它是一个4轮驱动，所以每当我们讲到电动车4轮驱动的时候，通常都是前轴由前轮马达驱动，后轴由后面的马达驱动，它是一个。前轴跟后轴是独立驱动的，所以这边你就会看到电动马达，还有一些电动 cable、电动装置等等。那这台车子其实它的马力有402个 horsepower， 还有700多个 Newton meter， 0到100 5.1秒。所以它虽然是比 BMW iX 贵，但是它的动力数据等等其实都是在它们之上啦。那我就不敢讲了，就是这样子啦。EQC 和 GLC 的车身轴距都是2873 mm， 但 EQC 就比 GLC 高一点点，长一点点，看起来不明显。这边同样有一个 side step 踏板，然后就没有这个 roof rail 车顶架。然后值得注意的就是它的后车尾这边呢，它的车尾这边有一条竖下来的线，但它其实又没有到 GLC Coupe 这样子。不过你看车尾造型，它就是一个 GLC Coupe 的 look。当然大家都知道电动车一定会比汽油车重，但重多少？我们以 GLC 300来做比较的话，这辆车子是2175公斤，比 GLC 300重了440公斤。通常你车子重这么多过后，悬挂系统一定要用 Air Suspension 才会比较好，可是它没有，所以它很多的 hardware 等等都是跟 GLC 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它用的是25545 R20寸的 Pirelli Scorpion Verde 轮胎。如果你是很在意空间大小的人 ，forget about it， 这辆车子的后排空间绝对非常的有限。头部空间的话还 OK，
但是如果你要说翘脚，你要坐3个人的话，真的是相当的狭窄，没有什么位置。更何况电动车的地板都会高一点点，所以变成其实我倒感觉不到地板有高啦，我知道它多少会有一点变化，但是就觉得说，怎么讲？因为目前来讲你也没有选择了 ，OK， 除非你要买 EQB 那个有3排的，或者你要等到 EQE SUV， 那这个就很神奇了啊，因为当时候 EQ 就默认为是 SUV 了，可是后来他们出 EQS 的时候又跑一个 EQS SUV 哦，然后 EQE 是一个 sedan， 所以 EQE SUV 又变成是 EQE SUV，I mean SUV 版本的电动 E-Class 就变成 EQE SUV 啊，所以这个 EQC 过后反而还要叫回它 EQC sedan， 它有点乱啊，不懂你在讲我不懂我在讲什么。所以这个一样有一个扶手，然后椅子可不可以往后倾倒啊？我们看一下啊，这边是没有button啊，没有，要从后面来拉。哇，后面可不可以拉？我去后面看一下。哇，你拉之前真的要看有没有小孩子，不然碰下去哦，够力。OK，we say 3, 2, 1。I lost count， 我已经忘记我第几次介绍 C-Class GLC 这样子的车型。所以 EQC 就是 GLC 的电动版，所以里面基本上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差别就在于冷气出风口这个地方经过了重新设计，看起来更加的现代。然后我觉得 EQC 400比 iX3 看起来更加的豪华。如果 iX3 穿着一件运动服的话，那 EQC 就是穿着一件晚装，它看起来更加的优雅，看起来更加的典雅。它虽然是 plastic， 不过看起来是相当 posh 的 plastic。这边这种线条等等，还有 Burmester 的音响系统。因为像我前面讲的 EQC 只有一个 variant， 所以 EQC 400就是最 top spec 了，它相当于 GLC 63这样子的 level 了，就开都准。有什么给你什么，2个荧幕 Android Auto CarPlay、Head-Up Display， 然后 Distronic 自动跟车的功能，还有 Active Steering Assist， 你想得到的它都有给你，而且只要388,888块，这个价钱不可以讲很便宜，但是你388,000买一台 Mercedes-Benz 可以有这些设备，真的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嫌了。你真的要嫌就是它没有玻璃天窗啊那样，然后这个pedal shifter 就变成 deceleration pedal，USB Type-C 的接口，大面积的 piano black 钢琴烤漆，看起来是非常容易挂花，非常容易弄肮脏的一个东西，很多指纹这样子。So let's move on， 我们已经可以 move on 去这个第2代的 Mercedes-Benz GLC 啊，就是跟着 W206 C-Class 这样子，中间一个大块的 screen， 这边一个小块的 screen 就这样子，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比新的那个好看啊！你问我，就像 BMW， 我也觉得旧的有 button 的比较好。可是 ，we have to move on。一般人可能都是先驾 EQC EQA 再到 EQS， 可是因为马来西亚 launching 的这个时间差异啊，变成我第一台驾的 Mercedes 电动车是 EQS， 接着到 EQA， 再到这个 EQC， 等于说是。怎么说往后走这样子的，所以我看到的东西是从最新的看到比较旧的这样子，但这丝毫不影响我试驾这台车子啦，因为它就是另外一个电动版的 GLC 这样子的感觉，因为它的车重是比 GLC 300重了440公斤嘛，就2175公斤，但你不用担心了，因为电动车尤其是这个 EQC， 它有高达760个 Nm 的 instant torque。所以当你一点油，它会以一种你没有办法想象到的速度往前冲，才很不可思议、很暴力、很无声无息、杀人于无形这种感觉去达到它的扭力。怎么讲？它是一辆很夸张的车子啦，特别是你看我现在去 Sport 的驾驶模式我们轻轻的点，真的是一辆很快的车子，它的0到100是 5.1 秒，比 iX3 快，比 iX 快，因为760个 Nm 是很夸张的。
你甚至有些车子到 4.0 L V8 Twin Turbo 都未必有760Nm，还要是 Instant Torque， 它真的是快到那种你不敢去踩它，懂吗？因为你去踩它的话你很可能没有办法承担你踩它过后的后果。你有没有讲过吗？就是那种快是 roller coaster 的快，踩。一种怎么可以这样快的这种感觉呢 ？OK， 我们 brake， OK， 过。中真的是中菜。说实话啊，我不觉得这辆车子快，你知道吗？因为它的这个所谓的 electronic sounds 啊，你知道 BMW 有BMW 这个 iconic sounds electric， 那奥迪有奥迪的 sport sounds， 各个品牌都有自己的。可是可能是因为 EQC 年份较早啊，所以它在这个 artificial sound 方面做到不是这么去主打这个东西，所以就会变成，当你没有掉这个东西过后，你只有 wind noise， 你只能够靠 wind noise 跟 road noise、tire noise 去觉得自己跑得很快。因为它有 acoustic glass 嘛，所以你更不会觉得它快。你看我踩，真的是很夸张的那一种快，踩，哇！但你驾电动车你要注意啊，因为车子真的是很快，所以你在 brake 的时候，你的 brake timing 要比较早，你要提前 brake。你重嘛，那个压力往前冲，你要很早就去 brake 它，所以一般上以收油是比较好的方式啦。因为这个手油不是那个手油啦，就是你的脚离开你的 pedal， 再透过这个 deceleration pedal 去让它 hold 着它，用轮子的这个刹车，就是用轮子的扭力去帮车子充电。电动车不是一直在放电的，它是放充，走停，放充这样子，然后达到一个循环这样子啦。当然啊，讲到它的舒适程度方面，我就要对这个 EQC 稍微比较不客气啊。其实也不是不客气啦，如果你看过我之前介绍 GLC 300的影片，或者任何一辆 GLC， 你就会知道我一直以来我对于 GLC 的舒适程度是颇有意见的，相当有意见的，因为它真的是没有这么舒服走 highway 的话比较轻微，但是如果走 LDP， 你知道吗？就是这种起伏高低，或者是过 road bump 的时候，你基本上你要整辆车子停下来过那个 road bump， 你才不会有嘣嘣空空铿铿锵锵的声音。如果你稍微哪怕你是加20 km/h， 你过去你都会拱一声。所以久了过后，你变得看到墩你就要放慢了，是好事来的。看到墩就要放慢，只是它少了 GLE 的那种淡定。我相信 Mercedes 有时候它就是轴距短的车会有这个毛病啊。反正轴距长的 EQE 我还没加过啦，I mean EQS 不会有这个问题，就很 comfort 到好像 Lexus 这样 comfort， 这样你不如去买 Lexus， you know what I mean？ So 我觉得你论它的动力来讲是没有得质疑的，这个东西你根本都不用试驾车，你不用驾啦。Come on 啦，402 horsepower 760 Nm， 0到100 5.1秒，2175公斤都可以做到0到100 5.1秒。那是爱干嘛呢？你要就去爱就来卖耍，你要去踩油就各一两次，各两次的各两，你能够一直无止境的各到你想要各的车，完全是切豆腐这样。你用一把很锋利的武士刀在切豆腐，踩。Oh man！ 你看呢？我都讲了。给 break。就是这样咯。我现在是在 Sport Mode 啦 ，by the way。OK， 我们等他进去。OK， 他进去了。OK， 我等到录直前，我再 power 啊。OK， 给你们阿嘎一下。
OK， 它现在在我左边 ，and 3、2、1 go。这个 EQC 的 character 相当的奇怪啊！你在低速我指的是100以下啦，你踩你会很有贴背感，很有爆发力。可是当你过了100之后，你再踩它的这个 power flow 它是循序渐进，它是 step by step 这样子上去的，它不是那种一下就来的。这个跟我过去试驾的 BMW、Volvo 甚至是奥迪的电动车有区别。好像你这样子我踩，它会很有冲劲，就是一股重力往你的车子往后甩，直接甩这样子。可是你要讲过了100过后的事情，它就反而越来越慢了。我讲的慢不是慢，是它比较 humble 一点，比较谦虚一点。因为你回到头，它的 maximum speed 就是它的限速是到180 km/h 罢了。然后它的 EV range 是437，可是437是 on paper 啦。因为你没有引擎声浪了，所以一辆摩托从你旁边经过你都会很赤裸的听到所有的声音。所以总结的话呢，这个 EQC 有力吗？非常有力，甚至非常暴力。但你讲舒适程度方面嘛，我觉得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至于操控它的 handling 方面，我觉得是一样有很多的加强空间。如果你要单纯的就 handling 就操控来讲，这个iX3 哪怕它只是一个 rear wheel drive， 它都比这个车子容易操控，容易驾。你不用是很有经验的 driver， 你不用有很高超的驾驶技巧，你都能够驾轻就熟。可是这个 EQC 是一个你要找一个空地乱甩它，踩 brake 踩油踩 brake 踩油，做一个 slalom， 试了一段时间过后，你才能够有信心。因为它很重，它很不容易预测，因为这个重量一直怎么讲，它很不平均的感觉，你必须要真的是要 take time， 真的是要花时间去抓到一个跟它相处的方式啦。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天这集影片，记得 follow Instagram， 我们看 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 subscribe YouTube channel，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3、2、1 cut。